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共同富裕，浙江书记先捐了，其他人跟上啊。第二个，中美气候谈判破裂，拜登政府难办了啊。那我们讲讲这2个主题，一个是中美关系，一个是跟这个习近平有关啊。中共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提出共同富裕的政治口号，然后这个口号喊出来之后，最先响应的是谁？是互联网企业啊。那么阿里跟这个腾讯啊都拿钱啊，真金白银，一个都拿了1000亿出来啊，那么很大的一笔钱。那地方政府也开始响应，最先出来响应的是谁？当然，它的根据地浙江啊，浙江是它的根据地啊。习近平的浙江新军啊，浙江新军谁呀？这个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啊。那么浙江9月3号搞了一个慈善一日捐啊。那么从省委开始啊，省委书记袁家军，省委副书记黄建发啊，去咱们的省行政中心3号楼去捐钱啊，把这个捐多少钱？一天工资啊，不知道他们一天工资多少钱啊？这捐啊，这个网上很多照片啊。省政府跟上啊，然后省长这个郑山杰，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啊，网上捐款，然后一个个啊，浙江省各个市开始，湖州市长王刚，政协主席杨建新，副书记夏文新啊，那4套班子领导啊，一起来捐钱，这一看就是组织过的啊。然后丽水的市委书记胡海峰，市长吴晓东啊，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峰啊，副书记郎文荣啊，那么厅级干部啊集体捐钱。胡海峰是谁啊？胡海峰是胡锦涛的儿子啊，胡锦涛的儿子现在是在丽水当书记啊。嘉兴4套班子也出来捐啊。你可以看各地在捐意味着什么？这是省委组织的。那么嘉兴他还搞了一些花样，就通常他就说，其实你可以看到啊，他们捐不是说领导捐，全部捐，省政府、市政府全部都捐，基本上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啊，它是指什么？机关事业单位啊，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啊，干部职工捐1天的工资啊，然后企业、工商业者啊，捐1天的利润收入啊，1天的利润啊，当然都是自愿的了啊，然后还有衢州消防安排消防官兵去捐，你可以看这个动静，这个动员的规模是很大的。浙江日报9月3号刊登文章，将全省要求这个全省推动这个慈善一日捐的活动啊，各级部门在9月、10月广泛动员职工啊，自愿捐出1天的收入，机关事业和社会团体自愿捐出节约的一笔小开支啊，那可能就是比1天的工资还要多一点。浙江为什么这么积极啊？当然，首先一个肯定袁家军嘛，浙江新军嘛，那么领导发话了，他跟得快一点，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6月1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啊。那么你既然你讲这个浙江啊要做这个共同富裕的示范区嘛，那你就要做点动作出来。7月份浙江自己发表了这个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啊。这个实施方案喊了一堆口号其实讲到底你就是一个目标，就是2025年啊，这个要取得明显实质性的进展，
形成阶段性标志性的成果，基本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啊，这就是这个经贸委会议上的那个决议里面讲的，就是橄榄型的结构，就是中产阶级为主体，两头小，中间大，努力成为地区、城乡和收入差别持续缩小的省域范例。这是下保证，下保证。那当然，这个选这个浙江有它的社会基础，浙江相对比较经济比较发达，民营经济比较发达，那么民营企业比较多，然后浙江省的人均收入也比较高。当然，核心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跟袁家军有关系啊，这都是领导跑回来的东西，都是领导跑回来的东西。就像当初这个深圳跑回来一个什么，先行示范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啊，那也是跑回来的。那共同富裕啊，我们先讲一下共同富裕的概念。共同富裕的概念是习近平在8月17号中央财经委提出来，他用了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财富分配概念啊。财富分配概念是，如果追溯起来，就是厉宁在94年提出一个就是财富分配概念，就是2次分配，一次分配是按照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啊，第2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这个效率和公平兼顾2个原则进行分配，主要是通过税收啊、社会保障啊等等转移支付啊来实现啊。那么这次呢，中央财经委加了一个第3次分配，第3次分配呢，就是中央财经委提出来新的一个分配模式，他就是说他的说法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的捐赠进行的分配，啊，这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就是我自己捐献出来，我自己贡献出来啊。那么就是所谓的共同富裕，就是通过3次分配来实现这个共同富裕。那我们看到这个谁这个。今天我们上午推荐了一篇文章，恰恰就反驳了这个观点啊。那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口号一喊出来，那赶紧这个腾讯就捐500亿，第2天腾讯就捐了500亿。既然讲了要在道德的力量作用下，那么这个通过这个捐赠来实现，第2天就。宣布我再加500亿，之前他已经捐了500亿，这次再捐500亿，总共捐了1000亿。那么阿里呢？阿里是宣布9月2号宣布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10大行动，在2025年之前累计投入1000亿啊。那么这个腾讯是18号500亿啊，那么之前500亿加上500，两个加在一起啊。就是1000亿，这2个企业，2个龙头企业捐了各捐1000亿，然后其他也开始动啊，拼多多100亿然后最新的情况是小米的创始人雷军8月31号卖了3亿股票啊，3亿股票呢，如果按照25块钱的收盘价，就是75亿。雷军的股权由10.63%降到9.12%啊，然后大家讨论很多，这个什么情况？说为什么要卖这个75亿的股票？那卖到75亿的股票，其实呢，他是小米公关部的经理，他回应说，他说这个雷军呢，雷军。计划呢，将总数是6.16亿的股份捐给小米基金和雷军基金会，这2个基金会各获得3.08亿的股份，用于这个公益项目啊。那么根据香港的法律啊，那雷军就终止对雷军基金会的控制啊。那么
会导致他持股权的降低那么现在彭博统计了一下，今年以来，雷军、张一鸣就是这个字节跳动王兴就是美团，杨元庆杨元庆就是这个叫 Lenovo 叫什么来着我这嘴边上，黄峥就是拼多多已经向慈善机构捐赠了50亿美元322亿人民币那么其中这个金额已经超过全国总捐款的20%那么在过去的1个月的这个业绩期当中，至少有73家中国的这个上市公司在业绩中提到响应共同富裕的政策那这个共同富裕的风就开始刮起来了刮起来。这个风呢，更像什么？更像这个杀富济贫杀富济贫就是从富裕的人那里把钱拿出来但是我们经常讲这个，然后拿出来，然后救济那些穷人。但是很多人反对，说中共从来是杀富不济贫那我也认同，他们也没有救助过这个穷人那今天上午的文章，我们今天上午在讨论这个关于这个共同富裕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北大经济学院的一个教授张维迎的这个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他这篇文章其实非常有力的反驳了就是关于这个共同富裕的这种做法。他说呢，共同富裕最重要的不是把财富通过分配的方式由一个人手上给到另外一个人。他说共同富裕不是这样，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解决问题的不是分配财富，而是创造财富。当你把有钱人的财富剥夺的时候，你消灭的是什么？消灭是创造财富的机制。那最终结果是什么？共同贫困所以你在这件事情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更像让人想起的是这个公私合营所谓的志愿，有没有人志愿把钱拿出来？搞一场政治运动之后，你觉得会有人是自愿把钱拿出来吗？当然不是这有点想起当年的这个公私合营，那个时候资本家都是说自愿的，其实不是。其实如果你不把钱拿出来，你不把工厂捐出来，就批斗你，斗到你自愿捐出来为止。这个也更像什么？更像当年红军筹军饷，筹军饷也是这帮地主把这个军饷自愿捐出来。但是你想一下，那是吗？所以搞一场血腥的政治运动，让大家让那些有钱人把钱捐出来，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消灭一个国家的产权制度，最终消灭的是财富的制造机制，最终是共同贫困。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那么另一场运动又在进行当中新华社9月3号报道，标题是从严从实，标本兼治，营造天清气朗的文娱领域风气。这是新华社说的。我们昨天报道，中宣部昨天出了文发了一个文件，要整治文艺圈这个文件其实是吹响了文艺圈的整治号角。今天动静更大，今天开会了中宣部9月3号在北京召开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参加会议并讲话，杀气腾腾怎么说他说一段时间以来，
文娱领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和问题，败坏行业形象，损害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反应强烈啊，人民群众有反应强烈，反应非常强烈。然后他说，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大文娱领域突出问题的整治力度，从严从实、标本兼治，营造天清气朗的文娱领域的风气。然后要直面问题，重锤整治，以坚决有力的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看到效果。他说的人民群众其实就是习近平啊。肯定是习近平已经发话啊，要见效果啊，要见效果，估计得有人要倒霉了啊，运动来了，这真的是在搞运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们在搞运动啊。黄坤辉强调，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要精准有效强化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监管，这就是绝招。这习近平的这个作风啊，反映在各个领域，就是要有绝招。绝招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精准的把握这个重点部位和关键领域啊，去干这种事情啊。实施综合施治，协同发力啊，不拉不拉不拉，就是总之呢，就是要大搞一场，就文艺领域要大搞一场，要搞运动啊，讲到底就是这个啊。然后中宣部、文化部啊，这个主要负责人，中央国家机关啊，然后是人民团体负责人，各省区市宣传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这件事情搞大了，中宣部亲自出手了，这就不是广电总局这个级别了，已经上升到党的级别了，啊，这个已经是一个政治任务了，啊，所以这件事情，这肯定是习近平在后头要把这件事情搞大，啊，搞运动，那头是共同富裕没停，一下都没有停。共同富裕还这个运动正在开始呢，这个文艺圈也开始，这个文艺圈原来是那个整治了一把，估计是效果不满意，效果不满意怎么办？继续刮，深入要搞深入了啊，就继续搞啊，没停啊。然后我们再讲讲那个李光满，李光满那篇文章啊。李光满那篇文章出来以后，然后呢，就海外媒体反应非常强烈，然后就大家都认为习近平要搞文革啊，于是呢，就这个胡锡进就跳出来说这个李光满这篇文章不对啊，不对，完了以后呢，就质疑他说我接触这么多体制内、体制外的领导，大大小小领导，没有人说在搞运动。这事儿就在降温啊，降温。南华早报今天有个报道，他这么说，他说李光满和胡锡进的文章目前仍然可以在中国互联网上搜索到，但是微信在星期五停止了胡锡进文章的转发，表明呢中宣部希望在争议失控之前降温啊。那么另外，他据北京媒体的人士透露，新闻监管部门呢，那当然是网信办或者中宣部啊，已经向这个中国媒体传达了关于李光满文章的口头指示啊，说怎么说呢？说啊，这个李光满的这文章造成的影响超过了预期，所以要求他们用温和的内容加以平衡，实际上还是在降温啊，降温。媒体学者说，李光满的文章没有以任何印刷形式出现在官方媒体上，这一点很重要。一篇文章不会以印刷形式出现在就是官方媒体上，除非它有高度的认可啊。那么现在它可能只是对公众舆论的测试啊，这个观点基本上跟我是一样的。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是威胁。啊，一个是探测，啊，就是探测外界的反应，当然很可能是一个什么，
我觉得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冒险冒险，探测一下外面反应怎么样。但是这头一伸出去，啪，被海外自媒体给踢了一脚，头又往回缩了。现在整体的这个关于这个李光满的这篇文章的想法，就是中宣部也好，网信办也好，他们在做同一件事情，降温降温。既然是负面影响，那就要尽快的把它冷却下来然后就是效果，应该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李光满这篇文章的效果不错。为什么？几点第一，这篇文章被及时发现被及时发现了，这第一。第二，大家异口同声的指出，习近平要搞文革让他付出了政治代价第二，第三，习近平又往回缩了往回缩是个好事。为什么？说明舆论的力量非常的大，舆论形成的政治压力非常的强，迫使他往回缩所以这个效果很好。大家都干得不错好，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讲那个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还是南华早报今天的报道，他说中国拒绝了美国要求，在11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前，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多承诺那么中国会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气候变化的这个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这个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那么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是8月30号到9月3号访问中国那么就气候变化的合作还有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交换意见，其实就是提要求那么中国也高度重视克里的访华，安排了谁呢？外交部长王毅、外办主任杨洁篪、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韩正分别和克里进行视频会谈。那么中国气候大使谢振华全程陪克里克里向中国提出了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清单，主要是3项内容第一个，确认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的1.5摄氏度的全球变暖，就是全球气温上升的上限，就是2015年确认这第一个。第二个，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设定明确的时间框架，你得有一个进程你得有一个时间表milestone里程碑第三，停止新增燃煤的电厂建设，停止资助海外燃煤项目这是结果呢？结果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那消息说，中国有自己的计划和线路图来实现它的气候目标，中国不会接受美国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那么拜登政府最近针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板的这个制裁，主要是新疆强迫劳动，以新疆强迫劳动为理由，制裁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这个在新疆生产的电池板的这个产品那么中国官员在和克里讨论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官员在谈判中说，美国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煤厂的支持但是却对中国光伏企业实行制裁，这个很有利非常有利然后呢，王毅、杨洁篪和韩正分别在和这个克里的会谈的过程当中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强硬政策。王毅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之前报道过，说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不可能摆脱中美关系的大环境那么克里在会议后说这个气候努力这个气候变化的努力不是地缘战略武器或者是工具呼吁中国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意思就是我们还是分开吧
我们地缘政治归地缘政治，我们气候就归气候，你不能拿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件议题当做地缘政治的武器或者是工具来讨论。这当然，这非常的书生气啊，非常书生气。他说他将由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来决定到底是不是继续对这个新疆这个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制裁。他说我肯定会向他们转达我从中国领导人那里收到的信息的全部的性质。一方面，我们对他们讲，你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来处理气候问题；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太阳能电池板被制裁了，这使得他们更难销售啊，这是不是矛盾？这就是左右互搏啊，就是我讲的，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啊，也很难自洽啊。然后，中国环境部星期五说两国将继续对话，他们讨论双方的讨论是坦诚、务实、深入的。通常讲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有分歧，我们谈不拢，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双方都解释了他们自己的气候政策啊。中国说它的目标是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啊。那么，并且努力提升产业和减少煤炭使用。美国的目标是2030年将温室气体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52%，在2050年前实行零温室气体排放。2035年之前实现美国电力部门的近零碳排，就是零碳中和，其实就是碳中和啊。然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说了一句话就回应这个，他说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搬掉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它叫气变合作道路上的绊脚石，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推动双方在气变等领域的协调合作，取得更多的成果啊。那么这个南华早报采访了社科院，也采访了一些这个气候方面的人士他们都觉得不是好消息。这克里在这个中国没有取得进展，不是好消息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件事第一，中国给拜登政府碰了一个软钉子，或者送了个柠檬给他吃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王毅在会谈中讲的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他说，中美关系是整体的，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摆脱中美关系的大环境。这句话就一下子就把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就给击溃了。为什么这么讲？你想一下你在那头给他施加压力跟他进行激烈的对抗，你在这头寻求他的合作，能成吗？不能成，成不了的嘛。这个事情是同一个人你是同一个国家，这怎么可能？你这头拿着棒子打，那头跟他说我们一块吃个饭，喝个小酒，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讲，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不能自洽，左右互搏。你看现在就看到这个局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有自己的减排目标和线路图，中国不会按照美国减排目标调整它的进程，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拜登政府把这个气候变化作为它的一个基本国策，那么当这个基本国策，美国在推动一个这个基本国策的时候，它绕不开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规模最大的国家它和美国，中国第一，美国第二。所以呢，它不按照美国的这个碳排放进程来做这个事情的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拜登政府在他的气候战略问题上，他将会遇到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个障碍他非常困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国已经开始着手采取这个降低碳排放的这个行动，中国各地都在做动作。你可见中国在这件事情上的决心非常的大，当然他也付出代价，但是同时他为什么愿意付出代价来做这件事情？肯定是他认为他吃定了拜登政府把气候变化作为基本国策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性的动作，所以中国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去付出代价，同时他要捏住拜登政府啊，所以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气候特使克里在执行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那么，第一原因是几个，第一个，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自我矛盾，逻辑矛盾啊，你不可能又合作又对抗，你要么就对抗，要么就合作，你不可能又合作又对抗啊，这是逻辑矛盾啊，逻辑矛盾。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在气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其实给拜登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啊。那么你谈又没有结果，你不谈，你的战略目标又实现不了，你怎么办？拜登政府现在非常难办啊。那么第三，从战略上说，美国政府并没有一个手巾啊，手巾下围棋一个手巾啊，手巾啪这个子下去，对方就投降啊，他没有这个手巾，你没有这个手巾呢，你就没有办法把中国纳入拜登政府的整体的气候战略当中去，那你的整体战略就实现不了，因为你没有这个手巾。这就是克里在执行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状态。中国的方向很清楚，我主要讲的是美国，美国对华政策是没有方向感。中国的很清楚，就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东西继续往前推啊，它没有改变，没有一样东西停下来。在香港议题，在台湾议题，在南海议题，它继续往前推啊。那现在他抓到了一个气候议题，气候议题，哎，就有点像当年的这个捏住了川普，捏住了川普的选举啊，捏住了川普的选举，其他东西都捏住了啊，基本上这样。现在发现，哎，捏住了拜登的气候啊，这基本上其他也就捏住了。那么，所以你现在就中国的方向很清楚，就是要想办法改变拜登政府的强硬立场。你不是很强硬吗？我就要想办法让你不强硬啊。那么，所以呢，现在中国政府中国那边的态度啊，或者中国那边的方向很清楚，就是捏住气候议题，制约拜登政府啊。那么这是中国那边啊，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啊。这是美国这边的情况是什么呢？美国这边的情况，拜登政府现在就是没办法，他现在遇到一个两难的局面啊。两难的局面是什么呢？他要么呢甩掉中国，跟其他国家谈气候议题，但是如果他甩掉中国，不跟中国谈，只跟其他国家谈，其他国家会不尿美国。为什么？因为气候议题是个副政策。什么叫副政策？就是你要付出代价的政策。啊，你的承诺，你比如说我承诺要做一件什么样的动作，这个动作背后全是钱，所以这是一个副政策。那你想一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啊，占全世界碳排放的25%。你想一下，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你不讨论副政策，他不参与的话，那其他国家怎么愿意讨论自己要参与多少？他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其他国如果美国甩开中国，那其他国家也不会尿美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那么这是一个啊，所以就是说，这是第一。那么要么呢，美国就得拉着中国一起谈。那美国拉着中国一起谈的后果是什么？中国就会提出要求，那你要跟我谈，行，那你之前对付我的那些政策，麻烦你给我撤掉，否则的话我就不跟你一起玩。那拜登政府就很麻烦，你撤不撤呢？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否则的话我就不理你。所以拜登政府现在就遇到一个非常两难的这个局面。所以你从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什么？看我们一直不明白的事情。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有些事情你看得很奇怪，不理解，肯定是有我们没有看到的问题。就是拜登政府，拜登政府在承接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整体框架，大体上都继承下来，但是有一样东西呢，他没继承，就是对中国的定位。川普政府对华定位非常清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它是战略威胁，所以它是战略对手，这是川普的定位，很清楚。所以我们对华政策就是对抗，就是帮，就是打。拜登政府所有的政策都继承下来，但是他的民意不对。他就没有，他就一开始在设置中美关系的时候就不说对抗，他也不把中国作为战略威胁，既不说他是战略威胁，当然他就没有说把中国作为对手，他是说他是竞争对手，他不说是战略对手，他也不说他威胁，他是说他有条件，世界上唯一有条件在这个方面，在那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对美国造成挑战。他这个话说的非常的别扭，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讲？所以他不说中国是战略对手，他说是竞争对手。你现在知道原因了吧？原来气候议题这里等着呢。他知道，如果你把中国说成是战略对手、战略威胁，继承川普的定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气候议题你就不要谈了。这就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哦，原来当初拜登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你看那个又拧又扭的那个原因是在这儿，原来是丑媳妇终须见公婆啊。现在问题来了，美国怎么办？好，美国呢有没有可能对华施加强大的压力，压服他，让他配合美国的气候政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在台湾、在香港、在各个领域施加压力，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零。为什么？我不觉得美国能够把这些政策拿捏的这么好，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你现在看，甚至你会看，连关税现在都未必会保持下去。所以，所以我在克里上飞机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王毅的笑声，他们在嘲笑克里啊。所以克里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角色。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现在来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笑话。为什么？因为美国在制定全球战略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么大的漏洞在那里。它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战略，而全球战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中国，它绕不开。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跟中国合作，他也没办法跟中国对抗。他现在的是，他说我们对华政策是主体是竞争，啊，这别扭吧？什么叫对华政策叫竞争？
竞争是什么鬼？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竞争，因为你既不能用对抗，也不能用合作，只能中间下一个叫竞争的东西。竞争这个东西是什么鬼啊？现在知道了，就是啥都不是。那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既没有办法全力以赴的跟中国对抗，又没有办法和中国进行在他想合作的领域合作。其实他想设定一个很精巧的政策，但实际上他在各个政策上都没办法实现，就是各个他想对抗的实现不了对抗的目的，他想合作的也找不到合作的支点，所以他的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从现在来看是失败的，他是成不了，不是说失败的，是这个对华政策成不了，而且玩这种级别的阴谋诡计啊，你就不要跟中共玩了，你是广东话叫雷虚昂啊，你是输定的。所以我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给一个差评。好，那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谢谢。Mike 猪，谢谢啊。那么陈峰，谢谢。我们 lockdown 没有上班，居然有点跟不上王所的视频进度。热情和坚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根本要素。希望劳逸结合，才能长长久久，把这么好的自媒体做下去。当然，谢谢啊。我们现在，我们保持稳定的更新，也保持我们节目的质量，所以谢谢你的支持啊。郭九英，谢谢，好久不见了啊。提问，王老师你好，现在所谓的共同富裕也是运动平衡富裕，从头部企业、名人、政府官员搞捐款，属于一次性转移支付，未从财富生成机制上着力，是昙花一现，是习为了20大的图谋吗？习不是说国内已经完成了脱贫致富吗？现在又来搞共同富裕，这两者之间什么关系？感觉习的治国理政一地鸡毛，一带一路、雄安、国内经济，现在又来搞共同富裕，这一波操作会导致企业躺平吗？好问题啊！那习近平的18大提出了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他的政治口号。那么小康社会顺利的建成了，当然还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低于1000块，还有500万人口每个月收入是0啊，所以我经常讲，中国仍然存在着普遍的贫困啊。其实中共讲的这个脱贫是脱什么贫？次贫啊，他讲的是次贫，但不是贫困啊。贫困中国仍然存在普遍的贫困啊，这是第一个。然后他现在提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方式就是财富分配啊。财富分配既然用财富分配的方式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说明什么？他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社会已经很富裕了啊。那我们要解决共同富裕呢，那就重新分配一下吧。那怎么重新分配呢？那就是有钱的把钱捐出来了，大概就是这个思路啊。那这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小康社会嘛，啊，进入小康社会啊，小康社会下一步就是共同富裕呗，就是小康社会的升级版呗。那为什么要提出小康社会的升级版？那我要完成这个共同富裕的任务，那你得再给我一点时间嘛，是不是啊？这就是连任的目标。为什么我说共同富裕是习近平作为他连任的其中一个核心的政治口号？他这个政治口号指向是什么？指向是他在想连任啊，就这个意思啊。观点，现在这些捐都是主动投名，自愿性的，甚至有表演性。但我觉得习近平想要的并不只是这些，
他要把捐变成强制性的、制度性的、全社会性的、长久性的，很对。所以他要造氛围啊，要把这气氛造起来啊。像这个腾讯捐，让这个阿里捐，然后这个浙江省开始动，浙江省开始动了，江苏你不动不好吧？江苏动了，上海也得动吧？是不是？这长三角动了，你珠三角也得动吧？所以你得有人起头啊。那么浙江新军起头很合理啊，对吧？你嫡系你不给领导抬抬轿子怎么行？观点从来没听说过富裕还能靠救济，听起来像笑话，非常对。救急不救穷嘛，共同富裕哪有靠这个靠这个捐款共同富裕的？这不神经病吗？这个提问：捐款的钱跑到哪里去了？成立了什么基金？这钱又用到哪里？大家都捐钱了，富人跟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就减小了，把老百姓的权全搜刮了，大家都处于贫困之后，是否就是灭霸的共同富裕吗？在我看来，共同富裕只是让老百姓共同捐助专制政府的继续运行，以提供特权阶级的奢华享受。所以你可以看啊，省政府从省委书记开始捐，到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啊，这是共同富裕吗？这是共同贫困，好吗？观点：这些捐款就是一个包子的大型真人政治秀现场。共同富裕并不是靠捐款捐出来的。其次，这些捐款用到哪里去了？要么用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要么养蛀虫，从来不可能透明。这就是欺骗，欺骗一下广大的被洗脑的无知群众而已。其实也就是让他们心里舒服一下而已，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当然啊。观点，王老师说的很对。所谓的第三次平均富裕就是政治运动，它的遗毒就是破坏已经所剩无几的产权制度，市场经济已经破坏殆尽，财富的产生机制将被耗尽。这也许就是习想要的建设的，想要建设的世界，毛的世界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一个国际上市公司像腾讯、阿里巴巴，是否有权随便使用投资人的资产来做这些捐赠？谢谢。嗯，理论上应该，如果他要做捐款，董事会要过啊，董事会要过，董事会没过不可以啊。那么没有权随便啊，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件事情肯定是有问题的。那阿里上来我说捐当然他可以提出一个目标，说我准备做这件事情啊，把这个新闻稿发出去，后面董事会再过决议，有可能啊，那不一定，他不会随便。他一个上市公司，美国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都不可能张嘴就来，那是不行啊，他要做手续的啊。观点：灭霸提出共同富裕，那么最应该拿出钱的是中国政府。老百姓交那么多税，为什么要老百姓捐助？一到关于钱，政府就不出现了。对外大手笔的捐助其他国家，对内卑鄙无耻的使用各种手段对老百姓搜刮。我看见了灭霸正在将中国带向无尽的深渊。你要中国政府拿钱，中国政府拿出来的钱都从你那儿拿的，你要让他掏钱，他就从你这再掏一点，有区别吗？没区别啊，对吗？中国政府兜里的钱都不是他的，都是老百姓交税交出来的钱。观点：我支持推行共同富裕。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至今缺少应有的财富分配机制，房产税、遗产税缺失，富人穷奢极欲，穷人度日艰难。即使共同富裕变成共同贫穷，也胜于现状贫富悬殊，乐见其成。这很典型，这种想法很典型。这就是叫什么？啊、香港话叫什么？狼叫什么狼？
就是一起死的意思，一起穷呗，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很典型，这个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市场有市场啊。观点给那些支持共同富裕的人，不要以为共同富裕是资本家和你一起吃泡面，资本家吃泡面的时候，你只能吃土，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贫就是说，当资本家吃泡面的时候，你就已经连泡面都吃不上啊。所以，前面那个观点在中国是有普遍性，后面这个观点才是真正的真相啊。观点本来税收是实现二次分配，但 CCP 的税负没有落实到底层人民那里，很多贫穷的人依然上不起学，病不起，甚至死不起。真正的共同富裕应该是透过改善机制、司法、立法、行政独立，防止腐败，把福利落实到老百姓头上，加大力度对国民文明道德教育，让大家知道普世价值观的重要性，摒弃野蛮的洗脑教育。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没发生吗？这些事情都没发生吗？为什么？很简单嘛，没有民主都不会发生嘛。为什么我们讲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就饭都没得吃？如果老百姓没有一人一票的权利，政府从你身上收来的税一定不会花在你的身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不需要所谓的共同富裕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只有共同贫困而已。所以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为什么民主政治很重要，或者说民权很重要，道理就在这里。情绪，美国就应该把中共晾在一边不理，更别谈，然后继续制裁。越搭理中共，反而助长了中共的气焰。气焰很重要吗？我给你气焰，你把钱给我呗。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不理他，你就没办法实现你的气候战略。为什么？气候政策是个负政策，你所有的承诺后面都是钱。那你美国要找其他国家谈我们的减排目标，实现减排目标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如果美国不参加，中国不参加，你把中国甩在一边，其他国家不会跟你谈。为什么？因为那个排放最多的国家，他都没有承诺，为什么我要承诺？你没办法说服大家的。所以美国把中国晾在一边不理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除非拜登政府把气候变化从他的国策名单当中拿走，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是吗？你说呢？观点加问题。经过贸易谈判，美国政府应该知道 CCP 不讲信用，谈了等于白谈。派一个没有任何成就和影响力的克里去，会不会拜登政府压根就不想跟 CCP 谈气候？这是派人去做做样子，给国内和欧洲看，给国内支持气候议题的人看。我不停的派人去谈，结果他们就是不停的耍无赖。你是个政府啊，你是个总统啊，你不是做样子的人，你要拿出成果来给大家看的，你要给美国人看，说我做了些什么。你不能说我做不成是因为他们不行，他们不配合，所以我做不成。美国人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美国人要的是你拿出成果来，你拿不出成果来，你不用拿出来，大家知道你办不成事，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没有意义啊。那么这美国总统是站出来告诉美国人说，我办成了什么。美国总统不能站出来说我办不成什么，那是不行。观点，我认为中国的碳达峰很快会到，因为经济衰退跟人口负成长，习近平的折腾会让中国的能源需求降低，碳排放也会下降。OK，观点，美国要让中国降低碳排放，最快的就是协助撤出产业链。只要这样做，中国的碳排放很快会快速下降，又可以对抗，又让中国碳排放降低。那其他国家怎么办？观点不同意关于碳排放方面，美国有求于中国的看法。
美国民主党政府当年推动 TPP 就是为了排除中国，现在做碳排放也可以。如果中国自觉退出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任由美国主导，美国求之不得。你在说啥？我怎么没听不懂嘞？美国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没有参加过啊。中国什么时候参加了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啊？美国主导，美国自己都没有建立，怎么主导？主导啥？你能不能把这个新闻事实搞明白呢？啊，美国不求中国，不有求于中国。美国当然不是有求于中国，但是美国必须跟中国合作，否则你怎么去谈，对吗？这个美国政府当年跟 TPP 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观点：拜登对外战略如此混乱，如果想限制中国政府的碳排放，根本用不着找共产党去谈什么，直接把中国重污染的、重排放的产业禁掉。你看看共产党配不配合？禁的差不多了，禁掉有什么用？他企业在国内跟你没什么关系，你怎么禁掉？大家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好不好？啊，你想，这个世界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美国总统挠的头发都掉光，怎么可能？观点从美国把中国拉进 WTO 就应该预料到有今天。100年来，中共从来没有改变过耍无赖的本质。我觉得美国根本没有杀手锏对付老共。观点：一个国家只能用文明的方式提高对环保的要求，推动跨国企业对环保的重视，减少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如果中国政府不作为，甚至作恶，就比如新疆棉，就会让这些企业在全球市场被抵制。观点：美方加强减排谈判筹码，应联合欧洲盟友提高碳排放惩罚力度，增加进口排放不达标国家商品的税收。这是个办法，但是不是决定性，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政府承诺才会变成目标，政府目标才会变成政策。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国家，它没有承诺，然后没有政策，那么实际上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所以你光用这个税收的方法解决不了问题啊。观点：中国现在在国内推行的减排政策是本国的需要，漫天雾霾，民众骂政府。中国以后的环保政策根本就不是要考虑美国的愿望，而是本土的需要。做到什么程度，中共自己说了算，美国就不需要跟中国谈判，走过场可以。中共想借此敲诈美国，要附加条件免谈，那为什么之前就不？如果这我不同意啊，为什么不同意？中国雾霾不是现在的事情，中国雾霾至少有20年。为什么20年之前不做，10年前不做，5年前不做，现在开始做？理解吗？对于老百姓来说，中共根本不在乎，理解吗？所以减排的政策说是本国的需要，本国当然需要，本国早就需要，20年前就需要，但是20年前不做，10年前不做，5年前不做，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重视，不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他们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健康。所以如果你说的这个呢，我不同意啊。中国现在做的原因是什么？他把这个当做一个战略，气候当做一个战略，去制约拜登，拜登政府。观点：即使他们做出降温锂光满的文章的行动，但也只是类似风景扯呼的暂时避风头。陕北老农民的犟脾气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尤其在选举连任前夕，不让你们看到他的厉害，他绝不能罢休。OK，观点：中共是最终的目的是把红旗插遍全球。美国如果和中共合作，就壮大了中共。红旗就有可能插在美国，美国又是中共最大的敌人，那么
中共在打不赢美国的情况下，就会只能壮大自己。美国如果在气候议题上跟中共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我同意，我同意这一点啊。美国在气候议题上跟找中国去合作，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观点：中国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公平。这个基本常识却不能够被人民清醒的认识。没有了常识，党就可以轻易的操控人民的思想和行为。非常对。提问：为什么美国要用气候变化作为国策，而不是用联合国来制定？这样各国都要参加。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是你要问为什么民主党拜登政府要把气候变化作为国策？我不知道。我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问过3次，我3次都跟大家讲，我不理解为什么拜登政府要把气候变化作为他的国策。我讲过3次，我不理解。我不理解，我到现在也不理解，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呗。观点：一个连官员财产公开都做不到的社会，还奢谈什么共同富裕？哎呀，太有力了，这个太有力了，这个观点啊，这个非常非常牛。这是我的朋友啊。情绪：深圳一个较偏的社区，街道办事处一栋大楼，社区办事处也是一栋大楼，附近商铺关门较多，社区服务大楼大厅是最好最大的商铺，每个社区居民楼下面都有个党出新服务中心铺面，就这些要多少纳税人的钱？又说政府发不出工资，占铺面很容易啊，因为那是他的楼他的楼他不用交租啊。观点：王老师你好，关注你的节目已经快2年了，一直很喜欢你的节目。今天是我的生日，第一次在你的节目留言，祝你节目越办越好，也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寿比南山祝你在未来的1年里实现你的愿景谢谢你啊。观点：最近最大的感受就是王先生的节目真的是开启明智，非常喜欢同理心等多观点，这个是我们缺少。同时看到一些网友的观点，之前我也会认同，现在慢慢的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我们保持常识，保持同理心，是我们一个基本为人的基本的原则那么我也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关于西安地铁的那个话题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好吗？好，明谢谢谢。早晨起来补听节目，午饭时候看直播lockdown 的日子一点都不难过，加油王 Sir， 谢谢。Elena 妈，谢谢 VV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